这边有一个漩涡啊，你如果没开好，你就被卷进去了，你就再见变铁达尼号了哈。6月份这边我感觉也有一些障碍在存在，在过去这些人呐、他们呢再也没有办法虚张声势，再也没有办法影响你。这一季呢，我可以告诉你哈，你就是不要管身边的这些人哈，你就向前直直冲就对了。有一些这些三姑六婆、大姨妈、大叔公哈，你就不要理他，他们终究会离开你。这个人势必会出现，或这个人持续会蔓延到这里，因为他们要陪你走到3月嘛哈，才可以火化。那我把他们撇走，我自己去架构我自己的后花园，这样好吗？接下来来到2月份哈，第2个月份哈，你看叫你赶快给我远离这个鲨鱼哈，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答案是横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点犹豫。亲爱的射手座的朋友们，我们想要告诉你，人有一辈子有很多次机会，可能都会特别幸运。Hello， 射手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射手座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我们一样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有关于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整体架构啊。首先呢，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看到这一则影片的朋友们呢，请你前后推敲3个月，因为这个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是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或者是呢，你也可以以你当下的这个季节为主，好吧 ？OK 哈。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一样有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会针对各个月份的这个能量场的现状跟细节做一个说明。那接着呢，我们会来告诉大家每个月要实际学习的一些课题，以及你的底牌、王牌，好吧 ？OK 哈。然后呢，在下半场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的延伸牌卡解读，我们会来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我所说的这些讯息的能量场以及细节，还有症结点，并且我们会在各个月份当中呢，去告诉大家有需要注意哪些关键人物可能会出现，或者是一些关键时刻或者是时间点。那接着呢，我们也会来看各个月份要特别然后提醒大家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的状况，或者是一些插曲 ，OK。然后呢，接着我们会用这个天使下凡来解答的小游戏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想3个问题，我会请天使来回答你是 yes 还是 no， 还是有其他更好的答案。最后我们就会在延伸牌卡的这个结束的之前呢，会来进行天使跟宇宙传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部分，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你，好吗 ？OK，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射手座的朋友们的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说明你面前的这3组牌卡，分别是第1个月份、第2个月份、第3个月份。那这张没有打开的这张牌卡，也就是你的王牌。在这一季呢，如果你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挫折跟挑战，可以来听看看你的王牌给你的建议，好吧 ？OK 哦，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你的能量运势里面了。好，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 请稍后哦。噔噔噔噔噔。好，行，我觉得射手座的朋友们，这一次的能量场，我觉得呢，是在一个即将打开新篇章的阶段，但是还没有到全开。然后呢，后面呢，其实迎来一个蛮不错的好消息啊！但是你整个整体而言，我会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想要怎么收获，要先怎么栽，好吧 ？OK 哈。然后在中间过程当中呢，你会得到很多成就感。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好吧 ？OK。首先呢，在这个1月份哈，就是第1个月份哈，不是1月份的哈，第1个月份呢，你所抽到的牌卡分别是这个宝剑9，还有吊人牌，以及这个是钱币7。OK， 好，来，这3张牌卡呢，在你第1个月份的能量场当中哈，我个人会感觉你现在呢，可能在交手的一个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哈。我会觉得呢，你身体上面或心理上面，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累。我的感觉是这样，成果是不错的，但是是累人的哈。那我这边开始就会用一个举例哈，并且延续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你当然可以灵活运用，用在你生活发生的状况、人数当中，或者是角色可以兑换。好吧 ，OK 哈。假设我就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你现在在创业 ，OK 哈，然后创业当然是要付出很多努力嘛，就像这样子哈，一棵这个树上面哈，你看到什么样的花都有开，对不对哈？那这个人呢，他这边有一个像是锄头哈，放在这里就是那个除草的哈，或者是耕耘那个我也不知道耙子哈，我这样讲 OK。然后呢，他坐在这个树上面啊。然后呢，手上拿着切一半的苹果，这张牌卡呢，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人呢，也就是你哈，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其实应该是已经小有成绩，或者是开花结果。例如就是说，在公司你可能做到一定的职位，或别人有给你一定的尊重，哈，或者是你说话是有话语权的，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你已经进入一段婚姻，哈，这个东西是目前来到一个开花结果的状态。但我为什么会说你在心理跟体力方面可能都会有点压力？就是像这个人给我的一个感觉。我的苹果呢，明明是1颗，可是我只能拿一半。
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付出10分力，我可能只能拿回5分。为什么呢？好，比如说我在创业嘛，你一定是全力以赴，你会想要做到最好。但是有些时候事情总是不尽人意，就跟你有点像说，你现在在养育一个孩子，你全力以赴，但是他怎么只长2公分，是一样的道理。小孩不会一夜就长了10公分嘛，又不是竹子，是这样说对吧？所以呢，这个看似好像还不错的这个状态呢，你得到的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一点点。所以这个状况会让你在体力上或精神上，或者是在心理上面多多少少有点压力。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在1月份的时候，你需要能够take a credit，去欣赏你自己已经做得到的地方，然后做得这么美好的地方，而不是一直在看你这个1月份这边只有半颗苹果的状态。 OK 所以他们说这个呢，在你第1个月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心理或情绪上面的浮现，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你哦。那呢，你同时呢还有抽到这个宝剑9跟这个吊人牌。这个为什么我会讲这个看似已经在开花结果了，可是还没有全开完，开一半。就是我创业的基底很好啦但是还没有到比如说什么大富大贵啊，成为什么全球企业啊类似这样子OK 因为有可能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目标很雄伟嘛是这样子对吧 OK 好，来，那这边呢就像是一片树林，然后呢这个吊人牌，这个女孩子吊在这边这是一片天空，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拉链，它即将要打开，然后里面也是一片蓝天，这个呢其实是互相照应的 OK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射手座的朋友们在1月份的时候呢，这边呢这些东西呢，你目前正在耕耘的这些东西呢，不能急，就是不要贪快，不要求着看到结果，因为这个拉链就是还没有完全展开，你现在所想的这个蓝图，在未来它是会被揭开序幕的，所以不要急。在这里如果有需要持续耕耘的，持续去这个做一个优化的或提升的，请你保持你的状态。OK 那当然来到这边这个宝剑9，我个人会感觉这张宝剑9反而是会有一种就是你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有2派讯息第一派就是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很多人会看着你的。比如说你现在养一个孩子嘛，人家跟你讲说，哎，小孩子不可以这样子养，小孩子应该怎么样啊？你这个不可以啊，那个不行就跟你在创业的时候一样，人家跟你讲这个风险太高了这个可能不行啊，这跟当初那个讲的不一样啊所以有很多碎言碎语会在我们射手座的朋友们就是身边缠绕着这个部分呢，你只能自己挺过去 OK， 因为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听，你如果什么东西都听的话，你会自己打乱你自己的步伐跟脚步的，好吗？这个是第一个要提醒你在1月份你要特别注意的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我个人会感觉你某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这些人的怎么说呢？这些人的看法也会造成你某部分的心理压力，没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呢，你觉得这些人好像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承诺，就是你要 commit 这件事情，或者是要坚持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为什么要朝向这个梦想前进，这个是让你另外一种心累的感觉。OK 就是可能心理的支持没有得到吧，我这样讲好吧，就是心理的支持可能没有那么的足，这个会造成你另外一个心累。就比如说你在这边这么认真的养这个小孩，那小孩有没有跟你说妈妈我好爱你哦，谢谢你帮我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他可能就会觉得妈妈煮饭给我，那我就吃回到家衣服丢给妈妈，妈妈就洗类似像这样 OK 我讲我们应该都有做过这种事 OK 所以这样子的状态会让你有点心累，或者是他们可能不了解，小孩子可能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妈妈要煮这么丰盛的饭菜，或者是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需要挑灯夜战去忙这些事情，或者是加这个班，或者是去付出这些东西，或者是压进你的身家 OK 所以这个支持感我觉得少一点点，所以相对的对你来讲，你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在这边好像有一个空洞一样 OK 所以呢，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呢，就是我们即将要走进去的2月在这里呢，第2个月份 OK 不是2月，我有讲2月来第2个月份，这边呢有一个圣杯3，这边有一个圣杯9，这边有一个钱币6 OK 这边呢他们要我告诉你其实这边你有几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就是我们刚刚有讲的，你要持续去优化的，持续去做的，你想看到这个蓝图的东西是不可以少的，还是要继续的扛过这些人给你的闲言碎语OK，
度过这个别人可能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强大的心灵支持啊，以及在这边不要只看你只拿到一半的苹果，你如果愿意通过这些东西，并且在这棵树上持续的去做一个耕耘的动作的话呢，来到这个第2个月份呢，其实你应该会开始发现这个进度速度会变得很快。好，某部分的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你的速度变得很快哦，就是你显化这一件事情发生速度会很快，突然会变得很顺利，什么东西都会变得很好，机会也会来，甚至是会有一些际遇啊，东都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呢，这个圣杯9跟这个圣杯3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好东西都朝向你而来。圣杯9加圣杯3象征的就是圣杯2，意思就是说跟你情投意合的，或者是跟你互相有共识的这些人都会想要把你圈在这个圈子里。而且呢，这个圣杯9是你拿在手上的。意思就是说，拿在手上这9个圣杯呢，是你很满足的。而且你注意看你在这边种的这些花现在已经穿到你的身上了。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边努力做的这些东西已经实至名归了。所以别人看到你是射手座的朋友，哇，你看他现在事业做好大你看他现在小孩好聪明什么得了什么4奖杯什么考试比赛得第1类似像这样 OK 所以呢，这边呢反而就变成是说呢，这些东西实至名归的来了，看到成果的来了，契机也来了，别人看到你的优点，他们也朝向你而来了 OK 所以呢，接着呢，这个钱币6，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讲，你有一句话叫做想要怎么收获，先要怎么塞OK 所以你在这边种的东西在这里应该是来到第2步我必须要跟你讲，你的高潮在后面 OK 第2步的这个开花结果已经又打开，这拉链又多开一点点了 OK 那来到这里有一个钱币6，这个钱币6给我有一种感受，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圣杯2嘛，对不对那个圣杯9加圣杯3，你看这个圣杯2就来了，来吧，我们来喝茶吧，我们来聊聊吧。而且我个人会感觉在2月份你所遇到的这些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他们是以一个非常公平的状态，不会让你吃亏，也不会占你便宜，来跟你合作，来跟你谈，来跟你交往，或者是来跟你交流的OK 所以这2个人才会在这边喝这个圣杯2嘛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天平，把这个属于能够对你来讲是公平的滋养、公平的给予、公平的划分的这些东西，会来到这个2月份的状况，就会有可能开始慢慢的萌芽 OK 那这边呢，我会建议某部分的射手座朋友们，你在这边的这个状况呢，是属于还在谈判的阶段，就是还在聊还在谈细节什么之类的不是说你已经要决定了所以来到这个第3个月份这边呢，你抽到是权杖6，抽到是隐士牌卡，抽到是 Justice OK 来这边呢，其实我可以跟射手座的朋友们讲，你这个权杖6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小女孩，就小女孩吧，我们就这样讲。然后她坐在一只鸟上，然后她用一只花朵来引用这个这个鸟就很像蜂鸟吃这个花蜜。他们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你身上有的东西，还有你之前辛勤耕耘的过去。OK，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鸟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变得很轻松了，你不用自己走路了，你鸟可以载你 OK 而且你鸟要载你第一你要先说鸟来你要看它要不要给你坐呢，但是为什么你可以坐在驾驭它之上，而且呢还可以它可以听你的指示指令这样，原因就是因为你曾经创造了这些过去，拥有了这些实至名归的这些实力，能够让这个带你展翅高飞的机会在3月份，我觉得它会开始正式推动跟进行，而且你非常非常有可能是占有非常主要的领导权的那个人 OK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甚至某部分的人，你会在3个月过后开始成立你自己的公司，或者是正式进行一个营运。因为这一张牌卡就有点像是你在这边筹划啦，然后找这些赞助商啦，或者什么是什么供应商来到这边正式开张，有点像这样。因为你这一枝花上面还有其他的小鸟鸟，他们都是站在这里的。那他们站在这里的是6只小鸟，也就是这个钱币6，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愿意跟你有共识的，愿意有来有往的，然后也能够跟你讲求公平的人呢，他们会借由你这个东西带着你一起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个形容是要讲这张牌卡，就是说呢你可能会得到你想要的自由，这是一个蛮小众的讯息，我觉得它有点意味着那个能量有点意味着说因为我开始筹划嘛，然后接着开始找进货厂商嘛，接着开始运营我有这个员工啦，那相对的我这个工作就会派发下去啦所以呢相对我就有比较大的比如说时间上面的自由啦，类似像这样但是它应该还有象征别的自由，你可能要自己去思考一下射手座的朋友们，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你要去想你会得到什么自由 OK 心灵上面自由、财务上面自由或时间上面自由都可以，你自己去想 OK。在3月份我觉得你会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呢在第3个月份之后呢，
你还抽到这个公平正义，这个公平正义啊，在你3月份的时候，其实只是验证了这个东西，这个合作，这个来的真的刚刚好。因为第3个月份，你这边就是有一个这个天平啊，只是它真正的开始帮你盖起了这些高楼大厦。像这个意思就是说，来到第3个月份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稳固。OK， 那当初谈好的条件啊，说好的事情啊，分配的这些东西啊，都会完整的呈现出来。而且呢，你是坐在这个高楼大厦之上呢，你还拿着一个宝剑一，这个宝剑一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哈，现在呢，我就像是这个王国的这个主宰，对吧 ？OK 哈，然后呢，我又手持这个天平，所以你变成是你就已经来到一个，我不能讲说什么登峰造极那么夸张哈，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哈，这个有点像是你的第1帕、第2帕、第3帕，所以这边只是刚拉开一点拉链，这边就已经像是全开了 ，OK 哈，就是这个东西开始展开了，好，开始很顺畅的在进行了。所以来到这边呢，有一个隐士牌卡，这个隐士牌卡呢是有一个美人鱼坐在高塔上，然后这个像是一个地球，然后旁边有个小船，他没有提醒你一件事情哈。这张牌卡其实要告诉你哈，高处不胜寒这个道理 ，OK 哈，这个美人鱼呢，你去想哈，她应该在海里啊，她坐在塔上干嘛呢 ？OK 哈，因为你要去想啊，小美人鱼啊，如果她一直在海里，她是看不到地球上面就是土地上面的这些东西。那你现在为什么跑到高塔上面来？因为你在为你现在正在重视的这个销售相关状况人数呢，去做一个筹划，或者是看到比较大的画面，或者是比较做一个长远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计划。OK， 所以他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别人会说好好笑哦，这是美人鱼怎么不到海里啊？哈，坐在那个高塔上干嘛？哈哈哈，真是神经病哈！他们说呢，我必须要告诉你哈，那个射手座的朋友们，你心理素质要强一点哈。这些人呐，就是这些人哈，一开始在你旁边讲的这些东西哈，他们不会少的 ，OK。但是呢，他们要我告诉你哈，你要去反过来想，我是一条美人鱼。我为什么可以待在这个高塔上？第一，我要想办法爬上去，登峰造极。第二件事情，我可以离开海里这么久，你应该要想看看我怎么办到这件事情。OK 哈。第三件事情，我还在这边哈提了一个明灯，帮你们这些迷途的这些哈这个上那个船哈指引方向。OK 哈。所以呢，他们要我告诉你，我刚刚举的那几个例哈，是要请你能够去看见你的特色跟你的特点。OK， 所以不要被他们影响。这张牌卡是在你3月份可以让你稳定下来非常重要的几个讯息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在每个月份你有哪些要实际学习的课题 ，OK 好，等一下我们就会来揭晓你的王牌 ，OK， 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就会来看到后面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哈，但是呢，我总觉得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你的能量场的时候，我觉得这边有一股蛮有趣的一些细节跟能量，这个可能要等到我们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我看那些细节跟一些验证的时候才能够告诉你，好不好？所以当然欢迎你，等一下，如果你想要来到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呢，都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好不好？欢迎你用行动来证明，不是行动来证明，来支持我们，然后你不用证明。好，那我除了呢会帮你每个月呢去看一下有哪些就是你要学习的课题之外，我还会多抽这一张，好，就是你每个季度要去学习的实际课题，好吧 ？OK 哈，好，来 ，OK 行，我们来看这张牌卡呢是这个权杖8 ，OK 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男孩在1月份的时候呢，他在跳跃这个栏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啊，你才刚开始，你有点像这种从爬学走，接下来要跳而已 ，OK 哈，但是呢，你注意看哦，他其实要跳过去这个同时，脚还没有着地，膝盖呢也没有过这个叫什么栏杆 ，OK 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你在1月份啊，暂时还不知道说，我脚会不会着地啊，我会不会顺利跨过这个栏杆啊 ，OK， 所以你在第一个月份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就是不要太早去下过多的定论，就比如说我这样做会不会失败，我那样做会成功吧？那他们这样笑我该怎么办？哈，他们说你不要去想，怎么说？你不要去自己就很快速的下这个定论，他们对你的批评不见得不是对你的不见得不是给你建议。OK 哈，那你在做这个决定，你可能暂时看不到也摸不着头绪，对不对？但并不代表它就是一个不好的决定。所以你在1月份的时候，你要像这个小男孩一样，非常开心的去跳跃、去穿越，然后去挑战。那这样子呢，我们这样讲嘛，你这个小孩也有可能会跌倒嘛，对不对？可是你去想，大部分的小孩在跌倒的时候，他只会哭一下笑笑，他马上又开始玩了，他搞不好根本就忘记刚刚到底失败了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说你要保持这样的心态。OK 好，要保持这样的心态。我刚刚讲的那几点，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哦。OK， 这个就是1月份你要能够去学习的实际课题。OK 哈，然后呢，1月份这个实际课题呢，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比较不像是单纯只是跨越这个障碍赛而已。里面呢，我总觉得哈，我在因为我放下来之后呢，我就很明显看到那3个杠杠哈。来，我觉得呢，这边有一个能量场是这样。这个权杖是你，
这3根杠杠分别是你在这个月份可能会遇到的3个非常重要的问题。OK 哈，那我们在这个权杖一的这个意象来讲哈，有点像说，比如说这3个问题分别代表人际啊、感情啊，或者是比如说工作啊，好这样子 OK 哈。但是这个权杖啊，就是没有这个权杖一，这3根棒棒是没有办法绑在一起的。相对也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脱离这3根棒棒的关系。OK 好，那我们在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会来跟你说明有关于这3根棒棒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一些关键性的这个人物或时间点，我们在下半场来跟你做一个比较细节的解说。那来到这个第2个月份的时候，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圣杯8。OK 好，这个圣杯8呢，加上这个圣杯2呢，象征的对不起，这个圣杯2对是这2个圣杯2，象征的是圣杯10。OK 好，但是呢，这个圣杯8呢，加上这个圣杯3呢，象征的是圣杯1。好，来，那这个圣杯8呢，加上这个圣杯9，象征的是圣杯7。OK 好，所以呢，其实你同时有圣杯1、圣杯2，然后圣杯3，然后还有圣杯7跟8跟9。好，我数学应该没有算错吧 ？OK， 我应该没有念错哈。OK， 好，为什么他们请我这样子跟你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来到这个我们目前在看的这个能量场局，就是第2个月的过程当中哦，你注意看哦。你在这边这个圣杯8，其实它这边有一个圣杯4，意思就是说来跟你两情投意合的人，你有没有看到一字排开哈？就是有点像是列队欢迎哈，左右都有哈，左右夹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敢跟你说，在第2个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机会、这个契机、这个人选，你一定要把握 ，OK？ 因为你这样子相对于还抽到这样两，你还有圣杯6，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有圣杯1、圣杯2、圣杯3、圣杯4、圣杯6，就是没有圣杯5。然后呢，接着你有圣杯6之后，刚刚我有讲有圣杯7、圣杯8，对吧？圣杯9 ，OK 好，不好意思，实在是太多了。对 ，OK 好，有圣杯8、圣杯9，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还有圣杯10，我刚加给你看，你唯一少一张是圣杯5 ，OK 好，我知道我这样解牌你们可能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会按照天使跟宇宙告诉我的方式，告诉你这是属于你的讯息。因为每一个人解牌的方式不同，但这就是我的 style， 好吧？好，我会按照他们给我的指引。你有没有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哈？你就是没有你就是没有圣杯5这张牌卡 ，OK？ 当然，他们要我告诉你哈，你如果我们这样说 ，OK？ 他们要我怎么解释给你听呢？圣杯5这张牌卡哈，有点像说你在这个一路上这样子哈，圣杯5象征的就是说我找不到我爱的那个人，我找不到我爱的那个目标，我找不到我的希望，我找不到我的梦想 ，OK？ 我甚至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合作的契机，或者是能够让这件事情运行的这个解决方法 ，OK？ 但是你偏偏没有，你就是这样子朝向这个太阳，并且呢，在一片绿地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向前走 ，OK？ 最重要的事情，你有找到这个钥匙，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在第2个月份，你要学习的实际课题就是第一，把握这些所有来到你身边的机会 ，OK 哈。第2件事情，他们要我提醒你。你呢？如果有遇到好的交手相关重要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你一定要去问他们，你为什么要跟我合作？他们说他们叫我提醒射手座朋友们，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好，很特别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去问他，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合作？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想要跟我一起投资？OK， 他们说这个问题可以帮你去做一个筛选 ，OK， 这个是你在2月份要勇敢能够学习去说出来的一些人际沟通，或者是商业谈判，或者是一些感情上面的来往哦 ，OK， 所以这个是你在2月份要学习的 ，OK， 那在后面第3个月份，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宝剑5 ，OK 哈，这张宝剑5呢，你可以注意看它是刮风下雨，有一个女生坐在地板上，然后这边有一个宝剑丢在地板上。他们要我提醒这个就是射手座的朋友们哈，这个宝剑5啊，象征的就我刚刚有跟你说了哈，这些三姑六婆啦哈，大姨妈啦，三叔伯啦哈，他们呢依然，我个人会感觉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你这边给我有一股力量，就是你靠自己的力量，然后铁了心向前冲，跨越这些障拦，找到这些合作伙伴，然后还要自己在那边去筛选这些人选哈。我个人会感觉哈，这个暴风雨啊，即将就要平行，这是这张牌卡要告诉你的一个好消息。但是他们说还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哈，雨要停要有一点时间，所以你稍微忍耐一下哈，或者是等待一下，好不好 ？OK 哈。然后呢，第2个要告诉你，其实这个月你要学习实际的课题，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就像这个宝剑2，这个宝剑2有一点像是说，就是别人的嘴我们没办法掌控，别人怎么批评我们，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硬要跟这样的状态去冲突，去说服对方，他们说你得到的就是一场倾盆大雨。
OK， 他们不会给你好脸色，他们不会给你就是我觉得比较正向鼓励。所以这个月份你要学习的课题就是你已经不断的开外挂哈，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都打通了，好不好 ？OK 哈，我知道在这边某部分的射手座的朋友们，你还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OK， 所以你在第3个月份有认同的课题 ，OK， 有稍微忍耐在等待的课题 ，OK， 有另外一个。如果这些人是这样子的话，你去说服他或者扭转他是没有用的。你要能够放下这些可能对你来讲不适合的相关状况人数，这是你这个月要学习的3个课题。OK 哈，那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钱币4。OK 哈，这张钱币4呢，给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好好的去运筹帷幄你手上所有的资源。OK 哈，包含你的时间，包含你的精力，包含你的金钱，包含你的情感，包含你的这些其他你觉得需要能够让你运筹帷幄的所有东西，在这个季度是你要学习的主要课题。因为他们说呢，你现在的状态呢是要能够在有限的状态里面去做到你的极限。所以这张牌卡需要提醒你，在这个季度过程当中，这个课题对你来讲很重要。最后我们来看你的王牌，好不好？好，来看一下你的王牌，最后要给你什么样的提醒？在这个季度，哈，你看吧。这张钱币女王出来哈，我真的起鸡皮疙瘩哈！我现在穿长袖你也看不到 ，OK， 我真的是替你拍手叫好。为什么呢哈？来，这个钱币女王呢，要告诉你，你的王牌就是，请你保持钱币女王的姿态，不要忘了，这整个后花园啊都是你种的 ，OK 哈，不要忘了 ，OK 哈，你可是穿上这些所有后花园的鲜花是实至名归的。你也不要忘了，后面这边是比较绿、比较深一点点的这个森林，但是你正在走向这个比较光明的这一面啦。所以他们要我告诉你哈，这个很可爱的，很像白色牡丹花还是玫瑰花哈，他们要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这一季的勋章。OK， 你不要忘了哈！我现在起鸡皮疙瘩，我整个电流起到我的脑袋后面，为什么呢？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很惊人的讯息，你千万不要转台哈！那你有兴趣可以来看延伸牌卡解读。你注意看这个女生的头发是什么做的？你仔细，我给你一个机会去看，为什么我会全身起鸡皮疙瘩，从头到脚底。OK， 你注意看她的头发，就是用这一片树叶做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在这一季你的王牌就是你即将要揭开序幕了，你要勇敢的站出来，你要勇敢的向前走，你要把你的眼睛专注在你的目标之上。OK 哈，就在那个目标上面。OK 哈，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中间哈，这3个月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当然有一些细节我们等一下再讲，千万不要让你的猎物离开你的视线，好吧？你要像这样子勇敢的向前走，让别人可以看到你那种不怒而威的这种不能用不怒而威哈，就是说你走出来啊，就是有那种震慑全场的这种感觉，好不好？他们说你要把这个感觉抓住，这是一个王者的风范，好不好？这个是他们要我提醒你，如果假设在这3个月你有遇到任何问题的话，你呢记得要保持这样的姿态。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上半场的净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来看更多细节以及这些内容的验证，包含一些关键点，还有时间点，以及呢来参加我们这个天使下凡来解答问问题的，欢迎你来到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就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射手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OK 好，那我们就下一季再见喽，拜拜。